在未来，国运战场降临，各国根据自己的历史与神话召唤出英灵进行对决。大夏5000年历史，英雄人物无数，可历史突然无冠的断层。如今在国运战场上已连输8场，土地被掠夺，城市被摧毁，天灾不断。而我，李乾，我从历史尚未断层的时代穿越而来，记得大夏的一切。大夏国与日bản国第9场国运对决即将开始。连输8场，再输2场，大夏便要亡国灭种。哼，空吹5000年历史，连个像样的英灵都照不出来。渡边君说的对，日期国才是世界最强。大夏历史都是鼠辈，胜负未分，你们不要乱说。哼，竟然抽到剑圣大人，日府国赢定了。灵灵上将。听这名号，肯定是绝世猛将，就选他了。灵灵上将，我们大夏有救了！双方英灵召唤完毕，国运对决开始。完了，全完了！灵灵上将怎么弱成这样？刘浩，你这个废物！我不想死！不要！识时务者为俊杰，让这女人做我的玩物，我便饶大夏一命，让你们做日出的附庸国。陛下，所有召唤师都已阵亡，最后一场只能认输了。可还有人愿为大夏一战？现在改国籍还来得及吗？别挣扎了，乖乖过来，还能留你一条命。谁说我大夏无人？我来应战。这人是谁啊？怎么以前从来没见过？他呀，是大夏英灵学院最废物的毕业生李乾，当了5年实习召唤师，连个正式资格都没考上。一个5年转不了正的废物！李乾，你别来搞笑行不行？大夏的国运也是你这种废物担当得起的，赶紧滚下来！笑死我了！就凭你这种水平的对手，我连认真都提不起兴趣啊！居然派一个5年转不了正的废物来应战，看来大夏真是没人了。你叫李乾是吧？退下吧。我作为大夏龙主，不能让子民白白送死。这最后一场国运对决，由我亲自上。日灵国想要进犯大夏，先跨过我的狮头。陛下，我大夏5000年来，忠魂英灵从未断绝，无论男女，无论老幼，皆有保家卫国之责。今天这一仗，无往也。可是你终究只是实习召唤师。陛下，这一战我有把握一定会赢，请给我一个机会。更何况现在这里也没有其他人敢出战了。既然你这么有把握，那就去吧。这一战若赢了，你就是大夏的英雄；若输了，我不怪你，我会和大夏共存亡。哼，哟，说的真是比唱的还好听。你小子也就剩这张嘴了，待会儿可别跪着求饶啊！我看整大夏的英灵加起来，都不够宫本武藏大人一刀砍的。多说无益，日出国的倭狗，滚上来受死！这个大夏的废物居然敢骂我们！渡边大人，快把他先送回狗啊！别浪费时间了，赶紧宣布对决开始！对决现在开始！大夏英灵连成为我磨刀石的资格都没有。天哪，无双将爆料和成真了啊！大夏还是第一次抽到神字辈的英灵，这不比剑圣厉害强多了？李乾这小子的运气竟然这么好，大夏有救了！李乾，请做出你的选择。我选亡命奔捉郡。
李乾，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连最强大的英灵都不选，你瞎了吗？那个亡命奔戳阵明显就是个逃犯，选个逃犯上去干什么？宫本武上瞪他一眼，就能把他活活吓死啊！你个蠢货！李乾，我是大夏历史研究院的院长，我以院长的身份命令你，立刻给我选高粱和车神，否则你就给我当一辈子的实习生，永远别想转正。对，院长可是我们大夏历史界的第一权威，他的眼光绝对不会错。李乾，你连院长的话都不听，就自己滚去死！别拉着大夏给你陪葬。所谓无双上将，不过是个被人一刀斩杀的水货，根本不堪一击。至于你极力推荐的高粱和车神，那更是后世嘲讽他被人杀得丢盔卸甲，最后只乘着驴车仓皇奔逃取的蔑称。一派胡言，简直一派胡言！陛下，千万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这3个人里面，唯有亡命奔卓俊才是真正的绝世英雄。既然朕已让李乾上场，国运战场一切决断，全权交他做主。况且院长你这么懂历史，刚才大夏绝境时，自己怎么不上去召唤？李乾，朕相信你，放手去干吧。李乾选手，你确定要选择亡命奔卓俊吗？保持不变。这就是你选的英雄？这分明就是个逃犯！完了，大夏最后一点希望也没了，连个能打的武将都没有，我们死定了！哈哈哈，废物就是废物！李乾，你连之前的刘浩都不如，别人好歹还知道召唤个将军，你居然召唤个逃犯！召唤出来的这个废物，他见过刀吗？怕是连鸡都没杀过吧？大夏连逃犯都拿出来凑数了，我看你们也别挣扎了，直接等着亡国吧！李乾，你不是说能赢吗？这就是你给大夏选出来的底牌，把大夏最后一点脸都丢完了！李乾，一定要赢啊！这是哪里？某还在赶路。如果没有要紧事，莫要耽搁我逃命。李乾，你疯了！他自己都说在逃命了，你让他上去送死吗？陛下，求求您立刻换人吧，再不换人就真来不及了。国运擂台规则：召唤一旦确认，不可更改。魏韩昭，你们大夏连亡命之徒都派上来了，还不赶紧带着你们的子民跪下认输？威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骨响东东，云长亭斩施英勇，九上温石斩华雄。敢问将军可是当年温酒斩华雄的关云长关将军？你还记得某？他们想要的承受。快看，那是什么？后辈李乾岂敢忘记关将军？九上温石斩华雄，五宝关前镇诸侯，青龙刀出群雄踞，天下谁人不识君？我大夏居然还有这种英雄人物！后世竟还有人记得某温酒斩华雄之事？记得，不只记得，后世大夏儿女更该永远记得将军忠义无双，威震华夏。念几句诗有什么用？难道还能把一个逃犯念成英雄不成？装神弄鬼！李乾，你要是以为靠几句酸诗就能赢宫本武藏大人，那你比我想的还要蠢100倍！不，在国运战场上，对英灵生平事了解的越多，唤醒的羁绊越深，英灵的实力就越强。关将军，今日战场无酒，后辈便以一盏清茶为将军壮行。哈哈哈，后生你很不错。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
而不可毁其节。臣虽死，民可垂以独伯也，又何惧哉？难道说大夏有救了？好一个不敢忘！这杯茶先留着，待某去便回。哈哈哈哈哈哈！你很不错，够资格当我的对手。区区倭人也配做某的对手？也敢犯我大夏？关将军，此战只求一刀。那便一刀。关将军，饶我一命，我给你当牛做马。从此刻开始，我大夏终于不必再任人宰割了。幸不辱命。我说过，这一战必赢。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剑圣大人怎么可能输给一个无名讨宰？你们所谓剑圣，在与宿敌决战时连拔剑的勇气都没有，而是用船桨砸死对方，卑劣小人罢！第10场国运对决，第1回合，大夏国胜！我不信，我们日出国不可能包改这种家伙！再抽！哈哈哈哈哈！天不亡我日出！这一次来的可不是什么只会冲阵杀敌的莽夫，而是能统兵定国、运筹帷幄的一代统帅——丰臣秀吉大人。太平大人，是太平关白降临，这场对决我们日出赢定了。李乾，你真以为侥幸赢了宫本武藏就能继续横扫下去吗？关羽再能打，也不过是一员武将，可丰臣大人不一样。他是能统御千军万马，改写绝世。完了，之前是单挑，现在难道要变成军阵厮杀了？将军，一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过千军万马？看着他这么淡定，不知为何，朕的心里也充满了信心。区区匹夫之勇，也敢在我的大军面前逞凶？今日便让你们这些大夏的蝼蚁见识一下，何为真正的统兵之道。看见了吗？这就是丰臣秀吉大人名震天下的一夜城。你那武将再能打又怎么样？他砍得了一个人，砍得了一座城和千军万马吗？这怎么打？关将军再强，也只是一个人啊！我有此雄兵10万，哪怕一人踩上一脚，都能把你踩成肉泥。关将军怎么一动不动啊？肯定是被这阵势吓傻了！快跑啊！湘江秋雨长荆兰，上将神谋破七军，万甲尽随波浪灭，威名一战震乾坤。关将军，今日便请您重现水淹七军之威，破奸臣倭寇，护我大夏万里山河。想不到千载之后，竟还有后人记得某镇荆州破七军之功。既然如此，某今日便让尔等倭宁看清何为大夏统帅，何为关某刀下天威。
守城，快给我拦住他们！关将军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余看请降，庞德受首，就连曹操都要避其锋芒。你日出国这点军阵，也敢在关将军面前摆出来丢人现眼？这便是我大夏统帅，我大夏5000年历史，群星闪耀，根本不是日出这种蛋毛小国能比的。原来，这才是我大夏统帅真正的风采。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凤神兄吴大人怎么会输？你所谓的关白太纪，在大夏历史上，也就是个被打得丢盔卸甲的败军之将罢了。不可能！你说的历史我根本没听过，一定是假的！我要让你看看日出国真正的神！那位大人来了，你们今天全都得死！渡边选手正在启动最后一次召唤权限。魔王大人，我以30年寿命为祭品，请您降临，除尽大夏的凡人！让你们见识一下日出真正的神！第6天魔王织田信长，织田信长生前横扫诸侯，统一大事，世界恨他惧他，尊他为第6天魔王，绝不是宫本武藏和丰臣秀吉那种凡人能比的。凡人见神不跪。完了，这种怪物，这种存在根本不是人能抗衡的。大夏还是逃不过灭国的命运了。李乾，你受伤了。小伤而已，不劳陛下奉谢。你召唤英灵本来就耗心神，还受了伤，别硬扛着。都已经是神魔级别的存在了，你可千万别拿自己的命去拼。并非只有织田信长是真神。以前死到临头还在嘴硬，关羽就算披甲执刀，也不过是历史里的一个凡人武将。面对真正被后世奉若神魔的第6天魔王，你们只有跪地等死的份儿。凡人见神不跪，当诛。汉庭虎将镇乾坤，千古荣封圣帝君，一脉丹心朝日月，万载香火似忠魂。关将军忠义无双，护国安民，千年来受万民香火供奉，岂只是一名凡人？他是被我大夏真正丰盛的护国神明，关圣帝君。后生，没想到连某的身后事你都记得。千载香火，万人念某，某岂能复之？这是什么力量？就算他超越了凡人，也是蛮荒野神，根本比不上魔王大人。关圣帝君，那是关圣帝君，我们大夏的护国神明。帝君先生了，我们有救了，大夏有救了。一位真正的神明苏醒了。假的，都是假的！大夏所谓真神，这虚张声势。魔王大人，杀了他！靠食人受命为生的邪神，岂是我大夏正神的对手？斩尽邪祟，关将军！这就是帝君神位，漫天魔兵鬼影，连他身前3尺都进不了。咱们大夏也有自己的神了，再也不怕这些妖魔鬼怪了。倭人邪神，看某插标卖首！
不可能！这就是你们的魔王，不过是被后世神化后的虚壳罢了。如今在关圣帝君神威面前，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我错了，我愿意退回日出，我愿意为大夏俯首称臣。求关羽大人，求礼前大人饶我一命。这不可能！魔王大人怎么会求饶？犯我大夏者，虽远必诛。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礼前大人，求您饶我一命，求大夏放过日出，我愿意做牛做马。你已经输了国运对决，不管是你还是日平国，都将付出相应的代价。朕不，我魏韩昭，感谢你对大夏的付出。李乾，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大夏的英雄。真正的英雄不是我，而是像关将军这样为大夏抛头颅洒热血。大夏5000年历史中，像关将军这样的英灵从来不是一个两个，而是群星无数。从今以后，我将向整个大夏推广真正的历史，让所有人都记住大夏真正的英雄与英营。哈哈，后生可畏，此令留给你，可抵挡一次危机，某去也。立乾光羽，立乾光羽。此次国运战场，我大夏能够逆转国运，首功当属李乾与英灵关羽。我打算让李乾掌管大夏历史院。陛下，首功是不假，但李乾此人来历不明，并非出身名门。他召唤的英灵更是超出我们现有数据库的记载，毫无证实可证。若是因为一场胜利就赋予他过大的权力，后患无穷。王爷说的对，陛下，依我看，赏赐李乾一些财物即可。国政与历史院绝对不宜让一个年轻人轻易染指。荒谬！大夏险些亡国灭种，你们不想着如何强国，反而在此时打压功臣。朕宣布，追封关羽为大夏武圣，同时破格册封李乾为大夏首席史诏官，执掌大夏历史院，全权负责曾历史的修复工作。各位，大夏如今真正缺的，并不是一场擂台的胜利，而是要让所有大夏百姓重新记起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没有历史的民族，永远挺不起脊梁。说得轻巧，断层100年的历史，你凭什么修复？我提议以国运擂台为大夏最高讲台，一战一讲史。我要一边打赢国运战，一边唤醒大夏民众对英灵与历史的真正认知。好，朕准了，传朕指令，即刻向李乾塔开皇室最高级别密会，所有古籍残卷、加密资料，任其查阅。魏韩昭这个黄毛丫头，竟然敢为了一个外人，当众驳我的面子，把大夏历史交给一个底层废物！王爷，息怒！米利丹联邦特使霍华德大人刚刚秘密抵达边境，这是他发来的最高级别加密讯息。霍华德大人说，想和您谈一笔足以改变大夏局势的交易。魏韩昭，等完成这笔交易，大夏龙主的位置就属于本王了。大夏的子民们，今日我站在这里，只为唤醒。我要为你们讲述那位在擂台上挽救大夏的英雄关羽、关云长真正的生平。故事要从一场桃园结义说起。当年天下大乱，刘关张3人于桃园祭告天地，不求同源同日生，只求同年元同日死。此后，关将军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只为寻回兄长，此为真义无双。直至后世千百年来，受万民香火，被尊为关圣帝君。原来我们大夏的祖先竟有这般气节。关圣帝君，这才是我大夏男儿该有的榜样。显灵了，祖宗显灵了，大夏的历史活过来了。看来民间的信仰之力已经开始唤醒英灵的深层力量了。李首席，国际顾运委智慧的紧急公函送到了。霍华德联名日出国与婆罗国联合提出抗议，他们质疑大夏召唤的英灵毫无证实可照，是捏造的伪神，无耻，简直是强盗逻辑，分明是见我大夏止住了连败的颓势，故意借着他们制定的规则声势打压。西方联盟把持着理事会，如果他们强行用规则施压，我们恐怕会很被动。想看正史是吧？
那我就让他们这群蛮夷好好看看，什么叫做真正厚重的华夏文明。诸位，大夏国的历史断切已达100年，这是国际公认的事实。他们上一场召唤出的所谓关羽，不过是捏造出来的造神产物，毫无史学逻辑可言。我代表理事会重申规则：国运战场只允许召唤有清晰史证的英灵。鉴于大夏违规，我提议立刻取消大夏的参赛资格。简直是无稽之谈！这是我大夏使馆自动修复的铁证。霍华德，你口口声声说史证，那朕倒要问问你，日场国的第6天魔王，陀罗国的满天神神，难道就都有100年前完整无缺的史证吗？魏韩昭陛下，西方联盟的历史认证体系是由我们主导制定的。既然大夏想要参赛，就必须无条件接受我们设定的审核标准。霍华德，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们所谓的规则，本就是你们米利甘联邦为了维持霸权而操控的玩物。你们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公平竞技，不过是害怕大夏重新崛起，想要永远压制大夏罢了。暂时休会，大夏的最终裁决延后宣判。王爷，只要你想办法毁掉李乾的计划，米利达联邦愿意向你提供最高级别的资源援助。事成之后，大夏龙主换你来做。成交。李乾活不过几天了。陛下，三国绝不会善罢甘休。我推测，他们大概率会直接结成联军，利用规则漏洞对大夏发动连环国运战。我年少登基，内有权臣掣手，外有列国虎视眈眈。李乾，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快撑不下去了。只要大夏的历史还在，大夏的脊梁就不会完。陛下，我会守住这万里山河。我相信你。急报，陛下，米利格联邦、日系国、婆罗国三国最高使团已抵达都城公港，他们正式递交了三国联军战书。若大夏败北，需交出全部剩余核心领土与能源命脉；若联军败北，则需割让3处资源大陆，并全额返还此前掠夺的大夏国运。陛下，这绝对是联军的阴谋。我们大夏刚刚恢复一丝元气，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豪赌。依我看，不如暂避锋芒，甚至可以割让边缘的几座城池求和，保全皇城根基啊！愚蠢！求和只会让敌人变本加厉。今日你能逼大夏割一城，明日他就能逼大夏亡一国。大夏的土地没有1寸是多余的。根据我国最擅长召唤妖秽邪祟，陀罗国必然倚仗神理法相，对付他们，大夏必最爱玩弄规则政要，用绝对的力量碾压过去。后生，邪祟一斩，人心难防，千万小心身后。陛下，昨晚使馆外的安保系统出现了长达3秒的异常盲区，我敢肯定，大夏高层内部一定已经出现了和外国使团暗中勾连的内鬼，甚至可能级别极高。朕知道了。今夜朕便命皇家暗卫彻查所有近来同外国使团来往密切的官员与王侯，无论是谁，绝不姑息。斩妖邪破鬼谋，镇主神定军阵，就决定是你们了。李首席，这几位要是真能召唤出来，联军恐怕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已经连续几天没合眼了，别把自己逼得太紧。大夏的重担不能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那就谢过陛下了。不对劲，如果内鬼真的存在，李乾现在的处境极其危险。亲卫长，立刻集结皇家禁卫飞行大队，连夜前往国运擂台主控室，全速前进。
还没有。陛下放心，只是被碎木划伤了手臂，没有大碍。陛下，刺客已生擒，从他身上搜出了附魔兵器与神经毒药，显然是冲着一击必杀来的。说，是谁派你来的？你不说我也知道，高科技的光学隐身符，精确到秒的内网盲区代码，这是米利哈联邦的装备，而放你们进来的内鬼是魏成全，对吧？陛下，这名牌上刻着的是晋安王府的族徽。魏成全，你这是在找死！这块玉牌连接着大夏皇室的龙脉核心，可引动部分国运护体，能替佩戴者挡下一次致命的能量攻击。如今的大夏可以没有皇族，但绝对不能没有你。这东西该由你带着。陛下，你拼命想要守住的大夏，其实曾经比你想象的还要耀眼千百倍。原来我们大夏的过去竟是如此灰暗。失败了，魏寒真那个贱人肯定已经查到我头上了。这是我府下3万4军的最高指挥密钥，我军令立刻集结，再不动手，死的就是本王。安保简直形同虚设，立刻撤换负责守卫的所有禁军将领，交由军事法庭严办。面对联军，我们必须以暴制暴。我决定，接下来的对战，大夏将全部依赖项羽、吕布这类纯粹的猛将级英灵进行硬碰硬的冲杀。哈哈哈哈哈！李乾啊，李乾，你所谓的底牌终于暴露了！传我命令，立刻调整战术模型，启动针对高物理爆发英灵的泥沼克制系统。想针对大夏，你们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怎样的降维打击。且说那姜太公稳坐渭水之滨，用的是直钩钓鱼，愿者上钩。魏成全手握司军，朕会在朝堂上布下天罗地网，死死盯住他的一举一动。他若敢变动，朕便让他有来无回。朝堂上的案件交给你，擂台上的鸣枪交给我，我会用最合适的英灵将这3国联军的底牌彻底粉碎。这就是大夏的都城，看起来也不过如此，连神明的庇护都没有，到处都是低等族群的臭味。辛格大人别急，等太师大人降下幻境，这里很快就会变成供我们取乐的游乐场了。大夏的蝼蚁们，准备迎接文明的审判吧！大夏的蝼蚁们，别以为靠狗屎运了一次就能翻天了。今天联军会把你们的英灵踩在脚下，让你们重新跪在西方文明面前。大夏万岁，立天必胜！3国联军挑战赛正式开始，第一场单人战由日和国先手召唤。李前君，听说你很擅长对付那些只会动刀动枪的武夫。大人，就为要武降临，这废物只会在太师大人的幻境里沦为任人宰割的烂泥吗？大夏人最擅长自欺欺人，既然如此，太师大人就让他们所有人都在幻梦里沉沦致死吧！我的孩子，救命啊！城破了，大夏亡了，全完了！九尾妖狐足以灭国，大夏根本没有资格继续站在这座擂台上。这妖术直接攻击人的精神防线，李乾，你真的能压得住吗？原来如此，区区狐妖也敢在我大夏面前搔首弄姿。太公钓鱼渭水禽，直钩不挂世间尘。打神鞭落群妖散，杏黄旗斩万法真。这位白发老人是谁？看着像个文臣老者啊！这老人家真的能挡住那么恐怖的九尾妖狐吗？李乾不会选错了吧？区区一个行将焦木的老朽，也敢来拦我，真是不自量力！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这位乃是辅佐周氏灭商，执掌封神之权，专克天下妖邪的太公望姜子牙。
斩将封神，替天行道。区区狐妖，在他面前不过是土鸡瓦狗。曾于渭水之滨直钩垂钓，留下姜太公钓鱼、愿者上国的千古传说。他更筑起封神台，手持封神榜，代天封神，敕令周天八部正神。区区一只九尾狐妖，在太公面前不过是土鸡瓦狗。给我死！第一场单人战，大夏国获胜。那武王伐纣，800诸侯会孟津，誓师伐商，气吞万里如虎。且看那姜太公手持打神鞭，立于封神台上代天封神，哪一个妖魔邪祟敢不俯首称臣？原来我们大夏的神话体系这么庞大，根本不是那些弹丸小国能比的。修复进度在飙升，断层修复进度肉眼可见的往前推进了。大夏的历史正在苏醒。全都是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魏成全，若再拖下去，大夏的历史根基真要被李乾重新立起来了。我命令你尽快动手，在后续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直接冲击大夏使馆，切断李乾的信仰来源，否则我保证你什么都得不到。好，本王这就调动私兵，拼了！鱼儿终于要咬钩了，传朕密令。禁军立刻在祭坛外围设下口袋阵，就等晋安王露出破绽，一网打尽。李乾，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出来吧，让这些愚蠢的大夏人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绝望！诡计之神洛基，大夏人最是愚蠢，只配被本神玩弄于股掌之间。你们大夏的龙主也不过如此。李乾，救我！这迷宫里有怪物！李乾，快救陛下！收起你这拙劣的戏少吧。大夏龙主，哪怕是战死，也绝不会露出这种懦弱的表情。这位看着像个文弱书生啊！李乾疯了吗？拿个文士去对付西方的诡计之神，这怎么打得过？文弱书生，简直是来送死的！大夏的子民们，记住这个名字，他便是汉初三杰之一张良。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门宴上救主于水火，改夏之战四面楚歌，瓦解敌军10万起骑。天下的阴谋算计，在他面前不过是稚童的把戏。什么运筹帷幄，本神才是诡计的化身！大夏的蝼蚁，去死吧！奇门遁甲，十面埋伏。疯子，这是什么鬼阵法？放我出去！第二场对决，大夏胜。李大人真乃我大夏之栋梁。是啊，是啊，有李大人在，什么三国联军不过是土鸡瓦狗。李乾连战连捷，护国有功。朕特许即日起全面开放藏书阁加阿本权限，皆对李大人解禁。李乾，你放手去修复大夏历史，任何旧规矩，任何人都不得掣斗。违令者，按叛国罪论处。臣领旨。补足了，《汉书》的残卷补足了，我们大夏的文明根脉活过来了。这上面全是魏成全通敌的罪证，来往书信的解密记录，海外账户的资金流向，还有他私兵基地的具体坐标。朕现在就下令将他满门抄斩。陛下，且慢，靖安王已经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他必然会在第3场对决时，趁着前方战况最激烈之际发起叛乱。我们不如将计就计，前方由我来稳住国运擂台，后方等他自己跳出来，连同他那些潜伏的党控一网打尽。好，
朕就给他挖一个天大的坟墓。这新哥看起来就气势非凡，绝对比前2场更加恐怖。是啊，他连正眼都不看我们，这压迫感太强了。主神降世，大夏必亡，碾碎他们！主神太大了，我们拿什么赢？这一战比前2塔可险。只要大夏肯跪地臣服，献出全部国运，本神可以赐予你们卑微的活路。臣服，大夏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这2个字。放招风雷地庭，凌霄殿上灭天青，生来不受仙商所，自号齐天大圣明。猴子，李乾召唤出了一只猴子，对付婆罗国的主神，召个猴子出来有什么用啊？哪儿来的大块头，也敢在俺老孙面前摆着劳狮子的神架子？这么小的猴子对上那么大的主神，大夏的子民们看清楚了，这位便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他曾大闹天宫，将那10万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他曾一棍踏碎凌霄宝殿，让满天神佛都在他的金箍棒下颤抖。他有72般变化，能看破世间一切虚妄。大闹天宫，我们大夏的神竟然敢掀翻天庭！后世竟还记得俺老孙，那今日俺老孙便再替大夏打碎一回这满天神佛！这才是我们大夏的神，这才是大闹天宫。什么主神，也不过如此，吃俺老孙一棒！长！吃老孙一棒！什么狗屁主神！挨了俺老孙2棒就开始发抖的绣花针头。若不是今日要替大夏守着破擂台，俺老孙非要一路打到你老巢去不可。本神认败。第3场对决，大夏胜。规则里并没有禁止联军直接开启团战。大夏人，你们别高兴得太早，太不要脸了！打不过就3个一起上。将士们，玉帝被奸人李乾蒙蔽，倒行逆施，随本王清君侧，诛杀李乾，摧毁书团，切断李乾的信仰之力。内奸有内奸造反了！完了，前线被3大英灵围攻，后方祭坛又遇袭，大夏今天这样亡了吗？依计行事。有埋伏，中计了！既然你们连最后的遮羞布都不要了，那我也没必要再陪你们玩过家家了。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大夏真正的底牌。不，我还有联军。魏成全通敌叛国，勾结外邦，意图谋反，桩桩件件，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可说？靖安王完了，将他押入牢狱底幽禁，永世不得释放。景哥，防护罩快碎了！结束了，李乾挡不住的。功盖3分，定9州，10排8阵所横流，鞠躬尽瘁，丹心在，万古英名照汉光。
住了，他一个人挡住了3大英灵。大夏的子民们，这位便是蜀汉丞相诸葛武侯诸葛亮，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草船借箭，将天下人心算计到极致。他空城抚秦，以一己之力推敌10万大军，他可不发阵图，定天下之大局。诸葛武侯，诸葛武侯！不可能，这不可能！这到底是什么人？朕本神绝不会败给凡人的阵法。不好，那个最大的神要跑出来了！冲出来，快冲出来！认输，婆罗国认输！终局团战大夏胜！根据赌约，3国联军必须即刻割让3处顶级资源大陆，并全额归还此前侵吞的大夏资源，与国文契书。我们输了，竟然全输了！大夏当幸。长出来了，庄稼长出来了，我们不用再挨饿了。电网恢复了，城市活过来了。赢了，我们真的赢了！大夏万岁！李乾，切记，青史蒙尘绝非简单的列国篡改那么简单，这其中牵扯的因果远比一国一战庞大得多，甚至可能涉及这方天地的终极劫路。大夏的未来就交给你了。难道西方联盟的打压只是表象，背后还有更深的隐情？折腾了一整天，吃点。我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亮的都城了，若没有你，大夏等不到今天。陛下言重了，若没有陛下在后方顶住朝堂的暗箭，替我肃清内鬼，我哪有机会安安稳稳的把这些历史讲出来？以后我就是你的底牌，谁敢动你，我就杀谁。那前方的战场，交给我。大夏，西方联盟绝不会就此罢休。不管前路还有什么妖魔鬼怪，大夏的历史都绝不会再断在我们这一代。
三国联军全军覆没，大夏不仅没被踩死，还拿回了所有资源。我们的航母舰队甚至被逼得灰溜溜的返航。那八阵图连正在极空间迷风都能困死，我们再扫描下去，篡改国规怎么办？我提议以国际理事会的名义发起终极国运裁决战，12国联手，毕其功于1亿。终极裁决战，看着大夏重新爬起来，骑到我们所有人的头上。陛下，12国联手啊，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绝境，这是要彻底灭了我们大夏呀！是啊，陛下，避风嘛，不让三朝让我都换取货品吧，不想三陛下大交彭家地，不怕没柴烧啊！割地交人，12要地科界方方共持守文明对决，今天割地，大夏连站着死的资格都没有。这是拉着全国百姓陪你一起送死，你拿什么去挡12国的联军？逼我大夏才是等死。说得好，来人，把这起抠账机的临场召唤压下去，严加天管。传朕旨意，大夏全境进入最高战备状态，开放皇家史坤所有权限，全国听礼前讲史。7日之后，神法降临，异端当灭。他们这是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大夏绝不认输，拼了！这把剑落不下来。大夏的底牌，他们根本想象不到。大夏的子民们，西方诸国说我们是异端，说我们没有历史。今天我就从头给你们讲讲何为大夏，何为青史不灭。在远古的混沌中，有一位巨神，手持巨斧，劈开天地，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他叫盘古。天塌地陷之时，有一位神女炼制五色石，以神力补天，拯救苍生。她叫女娲。从三皇五帝的披荆斩棘，到秦汉风骨的横扫八荒，再到唐宋风华的万邦来朝，大夏的历史从来不是断层的，而是一条滚滚向前、从未停歇的文明长河。先锋冲阵，关羽；封神统治，姜子牙；阵法谋略，诸葛亮。而面对西方这次必定会用的手段，我需要一位能正面荡魔的护法战将。险胜真尊杨戬。这阵容足以让西方颤抖。西方这次一定会用一切手段来压制我们，你确定能撑住吗？他们能拿出来的一切，我都有对应的底牌。大夏、李乾，你们以为赢定了吗？我日企国就算毁灭，也要拉着你们整个世界一起陪葬！来吧，来吧，毁灭这一切吧！终极裁决战现在开始，大夏准备迎接神罚吧！吾乃裁决任，裁决降临，大夏接受裁决。菩萨的军团降临，在裁决之光面前，只有俯首的份儿。心高不认天家剑，信傲归神祝冠江。赤诚朝魏英灵圣，显化无边浩二郎。何方宵小，敢在我面前狂妄！大夏的子民们，这位便是我华夏的护法战将，显圣真尊杨戬。这裁决立场有些古怪。大夏，接受裁决吧！不！哈哈哈哈！看到了吗？这就是裁决的力量。大夏的英灵终究敌不过规则体系。连显圣监军都被击退了，这天使军团的圣光太克制我们了。难道西方真的是正统吗？我们真的要输了吗？哈哈哈哈！看到了吗？你召唤的这些野神根本不堪一击，大夏注定要在今天断脊。西方正统，一群长着鸟人翅膀的怪物，也敢在大夏面前称神？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无法无天！棒卷风雷撼地庭，凌霄殿上灭天千，生来不受仙江锁，自号齐天大圣明。俺老孙还当是什么厉害货呢，原来是一群长着翅膀的鸟人。李乾小子，这些就是今天要打的杂碎。齐天大圣大闹天宫，连天庭都敢掀翻，还怕几个鸟人？好，俺老孙今天就替你们把这虚伪的神庭砸个稀巴烂！狂妄的妖猴，接受神罚！吃俺老孙一棒！不可能！
给俺老孙趴下！大圣，给我留几个！该死，这猴子到底是什么怪物？霍华德，不能再等了，把底牌全亮出来吧，否则我们今天都要死在这里。李乾，这是你逼我的！启动第2层神系召唤。大夏看到了吗？诸神降临。诸神不过是一群强盗罢了。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神仙打架。踏标卖首之徒也敢称神？老朽代天封神，还未见过这等不知天高地厚的伪神，朕可不。我华夏道统绵延5000年，代代相传，从未断绝。尔等蛮夷伪神，也敢妄称天罚！最后一缕国运，给我看！出来了，终于要出来了！布阵，修、生、伤、度、景、死、惊。打！受死！你的雷电太慢了。鸟人，再吃俺老孙一棒！奥丁、宙斯，别管那些猴子和三眼怪，攻击那个摇扇子的，破了那座阵。电阵。裂了！他们的阵法快撑不住了！继续攻击，碾碎他们！李谦，你的龟壳裂了，所谓的大夏神阵不过如此。大夏的子民们，不要被表象迷惑，我们的文明从来不是一碰就碎的空壳。西方神系彼此割裂，为了正统互相杀伐。而我大夏从女娲补天、伏羲化冠，到三皇五帝披荆斩棘，再到封神山海，历朝英魂一脉相承。我们的神话历史和民间信仰，从来就是一条完整的长河。典圣真君杨戬劈山救母是为孝，护民镇妖是为修8、9玄功，历经千劫百难才修成正果。这就是我大夏的神，有血有肉，护国佑民的神。3尖2刃之力，显圣真君、二郎神，我想起来了，这是我们祖祖辈辈拜过的神啊！阵起！不！好，吃俺老孙一棒！怎么可能？大夏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多信仰之力？李乾，你的信仰之力马上就会断绝了。去吧，玉宝钱，让这都城变成人间炼狱。怪物，你是西方派来的怪物，你才是怪物，去死吧！皇宫起火了，大夏完了！陛下，城中出动大面积的幻觉，百姓开始互相攻击，前线传来的信仰之力正在大幅下降。这是有人在后方捣鬼，想断我们的根。大夏国运，听朕号令，战！我刚才在干什么？魏寒昭，你只会守城，懂什么叫毁人先毁心吗？何为？死活不论！给我杀了他！找死！
这气息不属于玉藻冢，也不属于西方神庭。李乾，后方幻术已破，但我发现了一丝诡异的黑色魔气，真正的危险可能根本不是西方那些伪神。你们在前线务必小心。全线反攻，不用再留守了。滚开！拿来吧你！势大力沉啊！落！收网！这不可能！霍华德，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正统。大夏的文明，岂是你们能撼动的？投降！我们无条件投降！李乾小子，这回来的可不是神。这是什么怪物？快跑！世界末日到了！这些怪物不是冲着某一国来的，他们是要吃掉整个人间，全员特回都城，先构筑第一道防线，开启都城所有防御节点，各地居民核心防线有序撤离。我来打头阵。这群脏东西怎么跟杀不完似的？完了，这么大的怪物，防线肯定撑不住了。孽障，休想踏过此地半步！啊，这是什么东西？大夏的地牌到底有多少？这并非后世阵法，而是先民的血骨。武侯，您说什么？先民的血骨？域外天魔上古便已入侵人间，大夏先民与英灵以无数城池血肉之躯与文明记忆为代价，化作这道天地屏障，将灭世之灾封于天外。历史断切，非人为篡改，而是先民将最核心的真相主动封入长城，只为后世在未准备好之前，不致触碰这灭中死局。我们的祖先一直都在天上替我们挡着这些怪物，先辈在上，晚辈无能，竟让先辈独自扛了万年。大夏的传承，从来不是几本史书，这是一场横跨万古的护世接力。现在，这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里。传朕旨意，把所有关于长城、先民与护世之战的史料全部向全国公开，让大夏上下都知道我们今天到底在为何而战。陛下，暗探顺着妖气一路追踪，在边境废镇生擒了这妖女，这是从她身上搜出的东西。富士山祭场的布阵图，还有沟通域外裂隙的血迹皱纹。原来如此，天幕裂缝并非偶然，是这妖女以一国残余国运和数十万阴阳师的性命为祭品，主动从内部撕开了封印。他这是知道日秦国必败，想拉着全世界一起陪葬。把直播打开，让全世界都看看，到底是谁引来的这场浩劫。日出国疯了吗？他们这是拉着我们所有人一起下地狱！霍华德，这就是你一手扶持的盟友，如果不是你拉拢他们，封印怎么会破？封印已经开了，天魔已经降临了！你们不是看不起日军国吗？你们不是联合起来打压我们吗？现在大家都别想活，一起死吧！你这种人，连死在朕剑下的资格都没有。高桥玲子隐魔祸事，罪证确凿，将其作为千古罪人，记录进全球文明档案，日拍国，永受万国唾弃。现在追究谁先犯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天魔不会在乎你们是哪国人。如果你们还想活命，还想保住你们自己的文明，就立刻把全世界的力量重新拧到一处，否则大家只能一起给这妖女陪葬。你们前几天还在嘲讽大夏，现在却只有大夏能给我们留一条生路。大夏陛下，李乾先生，
是我们被霸权和偏见蒙蔽了双眼，看错了大夏，也错判了真正的敌人。大夏陛下，我国的防线已经崩溃，请求大夏暂时开放防线，收容我们的难民。我们愿意把所有残余国运和英灵调度权全部交给大夏。西方12国请求加入抗魔主入机前，盟可以，但从这一刻起，全球抗魔调度必须服从大夏的统一命令。任何国家敢再有半点私心，朕绝不遵大夏陛下旨意，绝无二心。这是全球抗魔方案，以大夏的长城炫影为核心防线，大夏负责镇守主阵眼，你们各国的英灵分段驻守缺口，同时全球同步开启祈福，汇聚众生念力，加固屏障。单靠死守不够，需将全球信仰、英灵、防线与阵法围为一体，方能在魔主降临前补阵天系。一族英灵入阵前，需经老朽净化，一切听从太公安排。我们不是在孤军奋战，这一战是整个人类的保卫战。真正的主宰还没露面。八阵图，斩！万灵祈福，聚！东段，由我镇守。域外天魔，尽管来送死！俺老孙闲不住，哪里吃紧，俺老孙就去哪里砸场子。这数量也太多了。那是什么？那到底是什么？蝼蚁。传朕铁令，后方所有还能清醒的人，继续祈福，绝不能停。防线如果从人心上先崩了，我们就全完了。你想吃掉大夏？做梦！大夏陛下，我国核心区快守不住了，求求你们优先把防御力量调过来吧！闭嘴！谁敢后退半步，朕就让他和他的国家一起为这条防线陪葬。再这么被动耗下去，长城迟早会被这怪物一点点磨穿。亮宇太古推演过了，如今只剩下一个办法：以大夏核心英灵为引，燃烧神格与存在，彻底融入长城。那岂不是意味着我等将彻底消散，再也无法被后世召回？怎么会这样？好不容易才把你们找回来，代价太大了。大夏的子民们，各国的盟友们，若想唬住这人间，总有人要先把自己填进这道墙里。某这条命本就是大夏给的，若能摇除魔守土护民，值了。愿以残躯再镇人间万年。后生，你很不错，哈哈哈哈哈哈！好去也！封神一场，终究还是要把老朽自己也封进去。亮这一生本就在替天下补残局，如今不过是把这残局补到最后一步罢了。哈哈，这破天也敢压老孙头上，老孙去也！算我一个，愿以神格为心，筑长城再高一层。防线虽然稳住了，但裂隙若不真正封死，阿萨托斯迟早还会卷土重来。若想真正封口，必须有人直冲裂隙核心，重创阿萨托斯投影本体，
李乾小子，别磨蹭了！老孙当年敢打凌霄宝殿，今天自然也敢捅这个破魔窟！看好了，滚开！给俺老孙退！恭送大圣！恭送大圣！这是封印他的最后窗口。陛下，开始吧。以大夏国运为骨，以全球信仰为线，封天！绝不退缩！陛下，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欠大夏的，几辈子都还不清了。日开国主动以魔惑氏定为此次浩劫元凶，剥夺其国运参赛资格，永久封禁其所有禁忌技术，其国土由全球联盟共同监管。大夏陛下，我们承认此前对大夏的侵害与打压，这是我们历史上掠走的大夏资源与典籍清单，今日全部归还，并在此签下长期共守封印的条约。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根，全都找回来了。大夏终于完整了。他们没有真的离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着这片土地。当大夏再次陷入危险时，他们一定会回来的。一拜天地，二拜先祖，夫妻交拜。贺大夏龙主与护国公新婚之喜，大夏乃今日世界真正的守护之国。关老爷提大刀，二郎神开天眼，齐天大圣一根棍，吃个喜果，早生贵子。曾经我以为这一生都要一个人扛着风雨往前走，没想到终究等来了能并肩的人。我当初站出来，本只是不想让大夏断在这一代。如今山河还在，青史还在，这条辽路自然更该一起走下去。这是阴魂留给人间的守护，也是我给你的聘礼。后生，这大夏江山，某便彻底交给你了。青史已序，神道已定，这人间终究是你们的人间了。盛世长歌，愿大夏千秋万代，再无断层之忧。若再有妖邪敢犯大夏，我在天上亦会为你们开道。李乾小子，好好干，俺老孙在上面看着你。